路虎揽胜一直被称作为有钱人的座驾，在2013年时，英国二手车的价格都在14000到16000英镑，尤其是白色的路虎更加昂贵一些。于是麦克准备去购买一辆比较便宜的路虎来更换颜色，从中赚到一笔高额的利润。经过了几番查找后，最终在一个商家那找到一辆2002款的定制 TD6柴油时尚的路虎揽胜，车子整体是黑蓝色的设计，就连轮毂也带有蓝色的线条，甚至连内部也是有蓝色的点缀，这就看得出上一位车主对蓝色是真的情有独钟。可麦克对这样的设计却嗤之以鼻，认为这有点糟蹋了这辆豪车，甚至在试车时都要戴上眼镜和帽子，怕叫别人看到他开这辆没有品位的路虎。虽说样子不是很好看，但性能还是蛮不错的。它搭载了一台3升6缸柴油发动机，总里程数也有将近4瓦英里。车子总体除了有些掉速和空气悬架不好使之外，基本上没别的毛病，而且车子也相当的便宜，车主只要5500英镑。可麦克终究还是一个老油条，在说了车子的一系列的问题后，最终用了5000英镑成功的买下了这台路虎。等车子被运回车厂后，爱德华就先对车子掉速的问题开始下手。他先用耳朵听了一下发动机运转的声音，从中感觉到车子怠速运转并不丝滑，但没有听出其他的毛病。于是爱德华拿来一个仪器，通过链接 ECU 来检测一下车子的问题所在。上面的故障码显示喷射器气缸第3个出现的问题。喷射器的工作原理是将燃料喷入引擎内，如果坏了一个，那么自然发动机的性能就跟不上。爱德华先将上面的套件全部拆掉，露出了一排排的部件。他准备先从电路入手，因为电路出了问题也会出现喷射器不好使的情况。爱德华拿来了一根油管，将其链接到第2个油管上，把电源插好，就给另一头套上了矿泉水瓶。等车子被启动以后，就能看到喷射器的运转是正常的。而当他链接上第3个电源的时候，却发现喷射器竟然一点油都没有，这就证明第3个线路是有问题的。所以爱德华就让麦克买了一个新的线路回来，他将其一一都安装了上去，随后又拿来了阅读器清除了一下错误代码，这样掉速的问题就轻易的被解决了。接下来就是空气悬挂的问题，此时的它还是一个无效的状态，拧动旋钮也没有任何的反应。爱德华再次拿来了阅读器进行检测，根据上面的错误代码显示说明，代码是116，这是说明汽车的压缩机出现了问题，上面的压力完全是静态的没有反应。所以爱德华就来到了车子的尾部，因为路虎的压缩机就在行李舱的下面，这个像一个帽子的铁家伙就是压缩机了。他用万用表检测了一番之后，根据之前的错误代码，爱德华分析出应该是压缩机内的活塞的问题。他把压缩机全部拆解后也证实了这一点，只是里面有些零件是购买不到的，所以爱德华只有更换了一个全新的压缩机。等把它也安装好，再一次清除错误代码后，车子的空气悬挂失效的问题也解决了，上下的升降也很丝滑，感觉非常的好。这时就到了修复的最后一步，给车子重新更换颜色。而在此之前，爱德华就必须先把车子的套件都拆下来，为喷漆做着准备工作。之所以这些喷漆前的准备工作都是自己完成的，是为了在喷漆这个项目上能省下一部分的费用。这不得不说，爱德华真是一个好的搭档，想方设法的为麦克省钱。等他将车子打磨好后，车子就被送到了喷漆房，这次要把车子换成全白的颜色。在当地喷漆一直也是一个很昂贵的项目，有了爱德华前期的喷漆辅助，还收了3000英镑的高额费用。不过这个换漆还是有必要的，因为白色路虎的售价都偏高一些。此时的车子真的从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，白色的车子看起来真的很不错。爱德华把所有的套件都一一安装上去，并且还给车子换了一个新的氧气大灯，甚至更换了一个原装的格栅。不仅如此，麦克还给车里的套件换上了碳纤维，瞬间车内的档次就高了一层。等将翻新好的轮胎也安装上去后，这台柴油版的路虎揽胜就修复完成了，车子看起来是比之前的要好看很多。而这次修复的大头就是喷漆了，买车子和修复的费用共支出了9565英镑。这台车子也算麦克2人的经典之作了，还原成车子本来的样子才是真正的修复。而这么优秀的车子也很快招来了买家，这次来的客户竟然是个大美女，真没想到像这样一个硬派的车子女生会喜欢。她试完车后对这台车子十分的满意，当麦克开价15000英镑时，美女竟然没有还价就成交了，这也能说明车子是真的很不错。那么这时问题来了，你是喜欢原本车主设计的颜色呢，还是觉得麦克改好的车子好一些呢？说出您心中的看法。